非常好的转手，哎，他 Q 了，前手平攻。好的，要解决战斗，要解决战斗了，没有了，没有了。贺松的体重是75.5公斤，哎，这一下打到了肋下。他是日本人最怕碰到的中国选手，只要是敢和他为敌，下场不是被打断几根肋骨，就是被打得昏死擂台。他就是日本克星王鹤松。长按3秒点赞支持一下，看看我国悍将王鹤松如何血虐日本人。2016年4月16日，全新时代世界极限格斗系列赛中日明星对抗赛正式拉开战幕。此战王鹤松的对手是号称狮子武士的日本小将藤冈裕平。腿的这些技能以外，特别强调拳法的运用。我们来看看这个藤冈，他是怎么来充分的发挥他这个空手道的技艺的？对，这个极真空手道不止腿，不止拳厉害啊，他腿也非常厉害，腿也很厉害。然后他们这些比赛开始后，藤冈率先扫腿发起攻击，频繁的试探，王鹤松直接用一个势大力沉的高扫还击，随后王鹤松直接霸气全开，扫腿接边拳的组合，打得藤冈措手不及。即使此时的藤冈下意识想加强反击，依旧被王鹤松轻松撂翻在地。日本跑去日本 KO 的日本的选手秦史啊，希望今天呢，秦史是被他 KO 的，对，在日本 KO 掉了。今天呢，希望在中国的主场啊，也能 KO 掉，拿下这个王鹤松，对，再拿下这个藤冈，对，对，王鹤松拿下藤冈一平，对。那去年底呢，他也跟荷兰的苏利南的好手马克皮克对决，打得不错，只是说被搂爆扣分了，有点可惜。哎呀，我觉得这个藤冈一平好像技术发挥的，看上来以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自信。王鹤松好强啊，后手拳啊！我们来看王鹤松有着非常扎实的散打功底，对，他应该可以如法炮制啊。那个他就是把后手拳打穿了秦史的肋骨，采用了劈腿动作 ，KO 了。再低扫，好的，我丝毫不让你，直接看着你敞开了门面以后直接迎战。王鹤松可以试试看打肋骨啊。现在呢？哎，打肋骨出来了，有效有效，再一次。藤冈的身高1.82米，王鹤松的身高呢是1.80米。哇！这一记拳，王鹤松这个后手拳呢，用抡的特别有力啊。别看藤冈人高马大，比王鹤松高出5公分，但无论是从攻击频率还是力度来看，王鹤松完全拿捏对手。真不愧是日本的克星，王鹤松的后手拳杀伤力非常大，每一拳都很正中对手薄弱处，即使是扫腿也是犹如砍刀，狠狠地砍向对手的支撑腿。可以说王鹤松的每个出击都是重击、暴击，打得藤冈完全没有招架之力。随着王鹤松的多次精准打击后，藤冈虽然还在硬挺，但看得出脚步已经有些慌乱，脑子也被砸得有些猛。时间不多了，藤冈挺过了第1回合，继续要逼上去打。现在藤冈有些迟滞了，是，但是王鹤松自己的后手要拿高，他出现了空击的这种状态。哎呀，2个人都前脚在做试探。王鹤松刚才没有主动的打上去。这个一般人啊，吃了这一拳可能会倒，但是今天的你的藤冈裕平吃了那么多拳，真的是不错。多少有些恍惚了，这是横风。比赛来到第2回合，王鹤松上来就是一个下劈腿，随后在观众越来越沸腾的欢呼声中持续出击，3两下就将对手砍倒在地。就是绊倒以后起来继续比赛，打了这个藤冈啊，没脾气了。他这个摔还好办一些。起身后的藤冈在与王鹤松的拼腿中挂到王鹤松的裆部，追着可彻底惹怒了王鹤松。北京时代擂台比较硬一点，再多摔几次。现在压力很大，藤冈一平有点没办法了。我担心可能。稍微缓和后，对着藤冈就是一记重击腹和一记高扫踢，这2记的杀伤力虽然暂时没有放倒藤冈，但总觉得他一定受了内伤，肋骨绝对会受伤的。王鹤松在等，对，
王鹤松在等。那相较之下，就是藤冈裕平的拳跟腿的威力就还不够，所以我们的王鹤松不会怕。打在了拳击手套上。再一次，再摔一次。其实这个是藤冈的抗摔能力不够。但是比赛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王鹤松呢还是在抓战机的这个把握的敏感度上还有点不够。这种摔是无谓的摔，只是消耗对方。那刚刚再说一次啊，他 KO 秦始的这个打肋骨的拳是直拳，用直拳打上去，不是今天这种抡的。直拳的穿透力会比较够一点啊，所以今天再试一下后手直拳打肋骨。藤冈虽然不敌王鹤松，但在追击方面也是丝毫没含糊，即使上前也是吃王鹤松的拳，可他依旧不怕死的往前冲，真不知道是该说他勇还是蠢。注意看，这里一个重击加低扫的完美组合，可以看得出来，王鹤松已经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迅速的前手平勾，再来一次，有了。这一拳打到他的这个左颊上，也能轻松判断对手的下一步动作，但藤冈依旧是没长脑子，以为只要冲得猛，裁判就会给他分似的，直接被王鹤松抓住机会一个反身拳砸倒，藤冈吃了一个读秒。漂亮，这个叫诱敌深入啊！没想到没想到这个藤冈终于上当了。对，会不会拿下今天第2次 KO 了？他居然跟上去了，这是很危险的呀！哎，希望这一场啊也是拿一个 KO。太漂亮了，有机会有，应该解决战斗了。比赛继续后，王鹤松依旧是火力全开，3两下再次将藤冈炫倒在地，第2个读秒了，再有一次藤冈就没有机会了。打不了了。对，第2场的 KO 可能出现了。哇，日本选手他居然不顾一切了。懵懵的。虽然藤冈顽强起身继续比赛，但面对王鹤松的进攻，是一个反击也没打出来，就再次被打晕在地，非得打成这样才投降，也算是他的骨气了。但面对日本人，王鹤松是绝对不可能手下留情的。2016年9月23日晚，世界顶级极限格斗系列赛全新时代第5站赛事在北京大学生体育馆震撼开战。此战，王鹤松遇上了日本的新生代悍将吉田成。比赛没开打就已经是火药味十足了，双方都是剑拔弩张。是的，这场比赛呢，王鹤松呢这同样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将，上来试图跟王鹤松拼腿，直接被王鹤松掀翻在地。要知道王鹤松可是练习散打出身，跟王鹤松拼腿无疑是找死。75年级的来作战，我看到吉田成，他的身高非常的高，达到了1.85米，而且呢有着11公分的臂展优势。对，这个王鹤松的臂展确实是吃点亏啊，只有1.70米。是的。当然，我们经常讲这臂展的这种劣势啊，可以通过自己快速灵活的脚下移动来弥补。是的，因为在不久之前进行的全新时代和 WBC 共同认证的80公斤级4人淘汰赛啊，可以说是王鹤松1晚2战。哎，漂亮！扫踢。通过这几次扫踢勾踢啊，明显感受出王鹤松的这个拳腿的力量比对方要重得很多。是的。领略了王鹤松的重拳后，吉田成只能仗着自己的腿长优势，不断起高扫，试图与王鹤松拉开距离。但王鹤松早就看穿了他，多次在他起腿时猛砍他的支撑腿，导致他看起来几乎没有站稳过。在不久之前举行的全新时代80公斤级4人赛当中呢，可以说是王鹤松1晚连克2位选手，而且是2种不同类型的选手。这个以往在其他的一些赛场上，我曾经也看过王鹤松比赛，这选手确实打得非常聪明。是的，技战术变化非常频繁。你看刚才又是一个高位的侧踹。吉田成这位选手呢，我们看到他的大赛的经验虽然没有王鹤松来的多，但是呢，他是日本轻量级自由搏击的冠军，而且呢 ，KO 率达到了57%左右。双方在互换扫踢腿。下劈腿来自于王鹤松，转身后蹬。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转身后边拳啊是险些打到。在这个时候呢，吉田成是想要去反扑，但是呢，毕竟自己啊看到是从拳法到腿法不能够渗透王鹤松的防守。
方进行站立的缠抱。Ready， 出动。Fight。王鹤松的出击一直就是出其不意的同时还非常的狠，因此吉田城的状态宛如一个惊弓之鸟，看起来完全不是王鹤松的对手。吉田城的学习能力也挺快，也开始不断砍踢王鹤松的支撑腿，结果王鹤松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突然他的一记激烈重拳直接砸中吉田城肋部，挨拳后的吉田城疼痛难忍，跪地不起。王鹤松轻松拿下比赛，顺利取得职业生涯第30场胜利。大家觉得王鹤松的打法干脆利落吗？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这个老外打完比赛后，医护人员当场给他插氧气管急救，晚1秒就怕他命都丢了。那么擂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老外竟然需要靠吸氧保命呢？是因为这家伙遭中国选手一脚爆头，当即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这是一场非常经典的中西对决，地狱勇士出光福对阵乔斯弗朗西斯科。出光福打法血腥暴力，凭借强悍的地面技术闻名于拳坛，常常以暴力的手臂十字固硬生生拧断对方胳膊获胜，因此也被称之为手臂终结者。他今天的对手乔斯弗朗西斯科也是一位以地面技术著称的选手。乔斯听闻出光福手臂终结者的名号，当即不远万里点名挑战。他要是一试出光福到底有多强，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这场精彩的对决吧。超级战新型比赛啊，是的，乔斯大眼睛，乔斯对阵出光福。这场比赛啊，之前看比赛铃声敲响，两人没有任何的试探，直接展开近身缠斗。看来双方对于自己的地面技术都是相当的自信。出光福直接一个半腿，成功将比赛拖入地面，并且拿到了优势的上位压制。在倒地的同时，首先是积极主动的部署降服技。现在乔斯想要的就是出光福的右手，手臂拿住了，对，他的右腿在阻挡。是的，想要去拿出光福的左手，现在转过了回来。这个时候出光福大家看到了，逃离了之后马上进行压制，这就是侧面压制。侧面压制，还要想要正过来打，或者要做地面上面7成位击打也可以。是的，虽说出光福占据上位压制，但身处下位的乔斯也很顽强，并没有给出光福太多的机会。于是出光福试图转变身位，却不慎被乔斯拿到了足跟勾的把位。出光福也不慌不忙，立马对着乔斯来了一个足跟勾，抵挡不住疼痛的乔斯率先松开了手，试图挣脱，但出光福则是更加用力，想要在第一回合降服乔斯。他现在等于是乔斯的足部被这个出光福拿到了。乔斯的柔韧性还有应变能力非常强。这个现在不好的，因为他使抗力。是的，乔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想要去上爬。好，现在看到出光福，小心不要对方拿背。现在乔斯处于上位。这是一个老将，他非常的狡猾呀。是的，出光福的地面小心，出光福的地面缠斗能力也非同一般。大家看到，处于下位的选手，对，首先要控制上位选手的头部。你要把他大躯干部进入之后，他马上7成位打也好，是的做你手臂也好，火臂也好，都有动作。是的，现在出光福处于下位是非常积极的防守，如果说不控制头部，也要注意。两个不愧都是地面缠斗大师，在地面较量当中，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乔斯拿到上位压制后，开始不断砸击身下的出光福，出光福则是趁着这个机会，又一次拿到了足跟勾的把位，这一下让乔斯疼得直打滚。选手朴阳轩，别再往右边转了，应该往左边转。乔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镇静啊。这名老将他太油了啊！这个在地面缠抱时越着急，你不使劲时候自己的体能都消耗。是的，乔斯的地面的砸拳，现在看到出光福再一次的用力，这又是老黄牛精神，知道吗？这乔斯好像是，看能不能给他夹住？不要再变化动作了。现在出光福的两个腿已经不让乔斯转身。现在看到出光福啊，对于锁腿也是有一套的，但是这个他碰上这个老将确实太狡猾了，不跟你拼劲啊，还这么给你慢慢一点点缠斗啊。大家看到这个出光福如果做起来的话，对于乔斯的腿非常的危险。但是乔斯看来这个真是柔韧性非同一般。现在又要变成锁腿，这个时候出光福要小心出来了，可能这个乔斯会被乔斯压制，还有拿背。
好一点，他现在腿能阻挡他的胸部。乔斯现在即便是处于上位，也是不慌不忙。不得不说，乔斯的地面技术确实强悍，尽管他的小腿看起来都变形了，但这家伙却依旧能够组织起地面砸拳，不断的朝着出光服的身上砸去，果然也是一个真正的狠人。他慢慢给你从里面抽出来。乔斯现在是完全过腿了。我们所说的过腿，小心又是回到了小心啊！属于下位的选手，其实灵活运用自己的双腿啊，对，就是说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看到手臂三角脚有可能这个少一点，他现在是咱们好在哪儿呢？这个大动脉没让他锁住，是的，他是脚，他是有个角度。假如又是一个直的，换个角又直的就麻烦了。现在乔斯呢所要做的就是跳过出光服的水上跳，现在是变换了，变成一个半成旗的位置。这一局比赛我们看到还有52秒。拿背，拿背，光服现在是非常的被动，还有45秒的时间，现在是处于裸脚，那么用这个技术了。现在是确实啊，西班牙的选手乔斯就像一个巨蟒一般，出光服想要用本力，想要再次做起来，好的，出光服成功的逃脱，现在是乔斯处于下位，所以说啊，在MMA 比赛当中，特别对方缠斗，不能简单的说我是打站立还是打地面。对，只要双方缠斗了，哪怕是站立的，都非常危险。在缠斗过程当中，借机咱们运动员说着急，绷住劲儿，屏着呼吸要跑出来，是越是那样越好。两人在地面较量中手段尽出，然而却是谁也奈何不了谁，不愧是真正的地面缠斗大师。两人间的缠斗一直持续到回合结束，几乎没有浪费任何1秒的时间。好，第一局比赛结束。所以第一局啊，我就是感觉出光服肯定是他是一个，第一他非常年轻，而且呢他非常具有冲劲儿。就像我所说的，乔斯不跟你拼，对，你去哪我跟你去哪，对，他就是你做动作我顺势你走，我顺着你走。这样的话你避免把它做反作用力把它拿住。是的，在这个我在看到在缠斗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说跟打站立比赛一样，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预判。对，如果你能预判了，那你能够做出你能够做到每一个对方的动作，你都知道，你永远比他快一步。这个说白了，这个一个优秀选手，你要找不同的选手，不停在垫上来回磨来回走。是的啊，各种动作你要预判，各种情形要预判，这是你要做弄的。这个一看，你这个西班牙选手是很老油条了。比赛来到第2回合，由于第1回合体能消耗巨大，两人都比较冷静，并没有急于将比赛拖入地面当中。无论是体力还是比赛的状态，两人都有了较大的下滑。现在就是比拼谁更沉得住气了。乔斯，不要做太全步吧，前方按下，他出击不慢，而且想要去诱敌深入。对，这是个油条。你看出光服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不要去轻易的跟对手进行类似于进行缠抱、进行纠缠，使出你自己的得意劲，也觉得击打好了，压低你的身子。对，刚才看到是几击的重拳是打到了乔斯。好，再做，再走。乔斯也是啊，就像老坦克一般往前推进，不管打着没打着，我就是哪怕是这个顶着硬顶着去反击。对。哦，又再一次站立的手臂三角锁，站立的还好没有拿到。双脚就摔法，对于这种柔术系的选手，头疼在哪儿啊？你摔倒他了，你也不见得有。对，你不管你人在你下位和上位，而老油条他不一定失势。这样的话，我认为他这种缠抱先挺一会儿，要分开他。是的，不要。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接近透支了，打出的动作大多数都变形了。缠斗当中，乔斯成功拿到一个断头的把位，想要通过断头降服出光服，奈何现在的他是有心无力，大量的体能消耗让他几乎失去了任何有攻击性的动作。虽然乔斯是拿住了断头台，却无法对出光服形成致命绞杀。拿脚蹬绳子，这反作用力不可以啊。地面袭击是不允许的。能看到乔斯如何来应对这个位置。那看足球腿和脚踏都不可以啊，都不允许的。乔斯又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的全防守当中，3分钟的时间。不着急，连续的踢击来对出光服。对体力。这样体力呢，站立打呢是对这谁是管用的，对这个出光服。但出光服也注意自己的体能，别过分的消耗以后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舒王福呢在站立的方面，因为双方都是综合格斗选手，他在站立的方面自己的这一门的偏科不能完全。两人的体能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比拼的就是意志力了，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两人都是凭着一口气咬牙坚持着。他太老道了，所以说呢，也不是说不行，就说在这方面还不如他战绩打德意技好。啊，小秦刚说德意技，你这会儿全都没劲儿了。是的，因为啊，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比赛场地是在青海啊，是在这个青海西宁的高原啊，2000多米的海拔高度，所以说选手平时的正常的发挥到这儿啊，会面临这个海拔的这个。对，再一个5分钟啊，你别忘了，是5分钟的时间。怎么着？这个看来把这个弗朗西斯科也是给累得够呛。是的，因为连续的重拳，现在是拉开距离打。现在是看到弗兰西斯科，乔斯也是去不请西撞。对，这个体能消耗真大呀。扎实的这种缠斗的基本功，我来看到乔斯在这个体能到这个情况也没劲儿了。哎呀，现在是在比赛进行到1分16秒的时候，乔斯率先撑不住了，楚光福趁机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攻势，乔斯当即一头栽倒，呼吸困难，裁判当即叫停了比赛。现场的医护人员赶紧上台抢救。那不是重击的，他体能就下降非常快。是的，他为什么气儿倒不过来了？加上高原缺氧，他这个确实对他这个伤害很厉害。在最后这个踢击，大家看到，确实啊是自己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楚光福以顽强的意志力 TKO 对方，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中国小伙杀入国际擂台，手起刀落般精准的拳法，把世界冠军打得都毁容了。这位中国小伙叫做魏子钦，他曾出战万中国寻鹰之旅，取得过3场胜利，而且3场比赛都是 KO 对手，敢于拼打，作风勇猛，擅长压迫式打法。他的拳法行云流水，连绵不断，如鬼魅般控制着对手。2023年9月22日，万轮披尼战，魏子钦对阵佩查差。泰国拳手佩查差实力强大，曾获得过 WMC 泰拳世界冠军，职业战绩85胜23负1平。作为替补出战的魏子钦，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为中国勇士加油助威吧！比赛铃声敲响，黄色裤子的是中国选手魏子钦，黑色短裤的是泰国选手佩查差。当我们看到2位选手的身形时，不禁为中国拳手捏一把汗。泰国拳手虽然个子矮一些，但是在肌肉质量和身体厚度上明显更加占据优势。魏子钦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他却打得十分积极主动发挥臂展优势抢攻，精准的拳法多次击中佩查差，再加上果断的灵活的步伐移动，让这位 WMC 泰拳世界冠军疲于招架。魏子钦打得十分的灵活，进攻方式也十分的多样化，一记出其不意的顶膝，一瞬间打懵了佩查差，紧接着不断的移动寻找战机，又是突如其来的一记顶膝，佩查差此时似乎还没反应过来，魏子钦瞅准机会展开组合拳攻势，一记犀利的后手重拳，直接将佩查差给击倒读秒了。比赛重启后，魏子钦继续用拳法施压，一度将佩查差堵在围绳边输出。此时的佩查差更像是一个移动的人肉靶子，只能被动的接受魏子钦的拳法轰炸。
conditioning is going to be his biggest strengths. He needs to survive this first round. It has been all weights and chin. Another left and a right landing. Petra Chai has eaten some big shots. The thought of that $100,000 contract has to be keeping on his feet, Scotty. But he has taken a beating here in the first round. Angles, lateral movement very sharp and the counter. 魏子钦保持着高强度的拳法输出，但主场作战的泰国选手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意志力，即使被打得满脸是血，依旧不肯后退半步，一直到回合结束。 比赛来到第2回合，佩查猜迫切地想要扳回自己的劣势，仗着自己皮糙肉厚的特点，不断压进，试图打阵地战。魏子钦通过灵活的步伐移动，不断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突如其来的一记飞膝，佩查拆硬扛了这一下，紧接着就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反击。此时我们可以看到，佩查拆的眉骨已经开始血流不止了，但此时佩查拆的反扑也更加猛烈了。 比赛进行到回合中段，佩查拆似乎只有一根筋的打法，凭着皮糙肉厚试图打阵地战。魏子钦则凭借灵活的躲闪、犀利的肘击，在后撤过程中以迎击拳不断积累伤害，打得佩查拆鼻青脸肿，反应都渐渐慢了下来。 Showing us that determination, the pushback, very talented Wei Ziqian. The first round obviously went to Wei Ziqian 10-8 after the 8 count was initiated by Petra Chai. Can Petra Chai work his way back into this fight as he continues to push forward? Beautiful jabs thrown by. 随着比赛的深入，佩查拆战术不改，依旧是一股脑的压进。或许其他人 碰到泰拳手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心里还是会有点发怵。可是我们的中国勇士魏子钦充分利用了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不断的用刺拳给对手施加伤害，一直到第2回合结束。 Straight shots as Wei Ziqian goes up the middle, attacking the body with the push kick. 比赛来到第3回合，此时佩查拆的双眼已经肿出了鸡蛋大小的肿包了，可他依旧一股脑的往前顶。魏子钦灵活的拳法总是能够透过对手的防守，清晰的落在佩查拆的脸上。佩查拆的进攻手段十分单一，似乎只有压进的近身拳法。 $100,000 US contract. Best performance here on One Friday Fights. Petra Chai attacks the body once more. Petra Chai says he wants nothing more than to make his way into the big show, one championship, and fight the very best in the world. Wei Ziqian utilizing such good straight line weapons, Gianni, just picking. Petra Chai is
魏子钦的进攻手段十分的多样化，肘击、刺拳、扫踢层出不穷，让佩查拆沦为了人肉靶子。他的脸此时也满是鲜血，看着都让人心惊不已。to go in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Listen to the crowd, it is absolutely deafening. This card has been sold out for weeks now. You can just feel the buzz. Trying to cheer on the Thai hero here, Pechachai. Wei Zichin again with the angles. Sharp shot, straight shot to the outside. Uppercuts as well, but able to put away Pechachai. Pechachai, last 20 seconds as these two let it all hang. 比赛进行到回合末端，魏子钦多花样的进攻让佩查拆彻底顶不住了，居然开始用搂抱也缓解，将泰拳手打的主动使用搂抱，魏子钦这攻击力也足以称赞了。最终两人打满3回合，魏子钦毫无争议的拿下胜利，赢得了ONE冠军赛的4连胜。大家觉得魏子钦打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